如果把腿画成这样，那它就是不准确的，因为在大腿根部的这里呢，它还有一块空，它这样看起来会更加准确一些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呢，它可能是挤得比较紧啊，一点空都看不出来，那只能是因为它这个位置的脂肪啊堆积的比较多，所以呢把这个缝夹起来了。这是因为个体的差异啊，整个体态比较饱满、比较丰满的时候呢，这个缝是看不出来的。但是呢，它一定是有的，这个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。首先标记的这两个点呢是髂后上棘，从后侧3/4视角来看呢，髂后上棘呢在这里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骨骼标记，在我们绘画人体的时候，帮助我们去定位、去找准肌肉结构的关键位置。紧接着我们顺着髂后上棘找到髂棘，这个就非常容易能够看得到，我们只要沿着髂骨的上缘就可以。这个是后侧3/4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骶骨啊，我们从骶骨中间啊，这有几个小凸起，这个呢叫骶正中棘啊，在骶骨的中间有一些凸起。然后我们再找到大转子的位置，从股上找到大转子的位置，这是非常关键的骨骼标记。那么现在我们骨骼标记已经找完了，臀胯部后侧视角的这个骨骼标记，然后剩余的其他部分的骨骼呢，对外形不起影响。那么我们把这个髂后上棘相连接，与骶正中棘相连接，得到了一个小的三角面。从这个视角可以清楚的看到，这个小的三角面呢是斜朝上的，是一个倾斜的状态。骨骼呢，我们能用到的也就这些。那我们顺着髂后上棘的位置，帮我们定位到臀大肌，然后呢，顺着这个髂后上棘到骶正中棘，找到臀大肌的一个部分，然后再顺着骶骨呢向下，最终呢让它连接到股骨，这里是贴着大转子的后侧，也与之相连，这就是我们的臀大肌。然后我们再从后侧3/4视角去找到这块肌肉。其实呢，臀大肌在结束的这一端呢，它是有两个头的，一头呢是附着在股骨上，然后还有呢另一头起来，它是连接到一个韧带上面，一个肌腱。这个肌腱呢，咱们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讲过，这个叫髂胫束。这个作为了解即可啊，防止咱们在画到这个解剖的时候呢，不理解它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呢就稍作了解。然后咱们臀大肌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它是整个身体里面最厚实、最大块的一块肌肉，它不是面积最大的，但是它的体量非常的饱满。紧接着顺着髂脊挨着臀大肌，有一部分被臀大肌所遮挡，这一块是臀中肌，这块臀中肌。再往前还能看到一点点，咱们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一点点阔筋膜张肌，这是臀大肌的一端连接到髂胫束，一条非常长的存在于大腿侧面的肌腱。这条肌腱是同时连着臀大肌以及阔筋膜张肌的。然后大腿上面的肌肉呢，暂时先不去细说，先把它归纳成一个简单的圆柱。然后我们大腿根部啊，两腿之间的这一块呢，这一块是会阴的位置，这里是有一段空间的两个大腿根部它不是紧贴着的。那我们在画腿的时候，如果把腿画成这样，那它就是不准确的，因为在大腿根部的这里呢，它还有一块空，它这样看起来会更加准确一些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呢，它可能是挤得比较紧啊，一点空都看不出来，那只能是因为它这个位置的脂肪啊堆积的比较多，所以呢把这个缝夹起来了。这是因为个体的差异啊，整个体态比较饱满、比较丰满的时候呢，这个缝是看不出来的。但是呢，它一定是有的，这个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。那把3/4视角的把它补完。我们看到臀大肌这个肌纤维的走向是这样，臀大肌下面这条线的趋势呢，它不是平的，和咱们平时看到的人体模特不一样，对吧？对，没有画错，它就是这样的。这个肌肉的走向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一般看到臀部下面这条褶为什么是平的呢？对，因为这个位置啊，它是有一些脂肪堆积在这里的，让臀壁这条褶变得趋势比较偏水平一点。
这条褶我们叫臀臂，臂是褶的意思，就臀部下面有条褶。把这个角度的也给它加上一个脂肪垫，让它这个臀部的形状看起来更自然。没有脂肪的这个臀部看起来非常的不自然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造型很少见。有了这个脂肪呢，这个臀部看起来舒服多了。